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绝对让你们大开眼界。一个上海女强人和台湾男友的爱情故事，简直是跌宕起伏，高潮迭起啊！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小文，是上海某知名外企的高管，年薪100万起步，30岁出头就已经在上海买了2套房子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啊！事业有成，颜值在线，身边的追求者可以从公司门口排到外滩。但是小文就是挑剔，总觉得身边的男生不是太物质就是太幼稚，要么就是妈宝男，让他头疼不已。直到3年前，小文去台湾出差的时候认识了阿瑞。阿瑞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人长得帅气斯文，最重要的是特别有绅士风度。第一次见面，阿瑞就让小文眼前一亮。你们大陆女生真的好厉害，这么年轻就做到这个位置。阿瑞由衷地称赞道。小文笑了笑，台湾男生也很优秀啊，特别是你们的礼貌和教养真的让人很舒服。就这样，2个人从工作上的合作慢慢发展到了私下的约会。虽然隔着海峡，但是2个人却越来越投缘。阿瑞经常飞到上海来看小文，小文也时不时飞去台北和阿瑞约会。很多人都说两岸婚恋有隔阂，但是小文和阿瑞却觉得彼此的差异恰恰构成了吸引力。阿瑞欣赏小文的独立自主和事业心，而小文则喜欢阿瑞的温柔体贴和家庭观念。交往1年后，阿瑞决定向小文求婚，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求婚。在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上，阿瑞单膝跪地，拿出了精心准备的钻戒。小文，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差异，但我真的很爱你，愿意为你改变很多东西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求婚感动得不行，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上海女强人，她深知两岸婚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，所以她提出了3个条件。阿瑞，我也很爱你，但是在答应你之前，我有3个条件要提。阿瑞点点头，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你。小文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第1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不会放弃我在上海的工作和事业。我们可以考虑两地生活，或者你来上海发展。对于许多传统的中国男性来说，这个条件可能会很难接受。但是阿瑞却很痛快地答应了，这个没问题，我的工作其实可以远程。公司在台北和上海都有分部，我可以申请调到上海工作。小文松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，第2个条件，婚后财产必须分开管理。我在上海的2套房产是我自己的，你的财产也是你自己的。我们可以共同承担家庭开支，但是原有财产必须清晰划分。这个条件在很多传统家庭看来可能会觉得太过功利，但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却是很理性的选择。阿瑞也表示理解和尊重小文的决定。这个我完全理解，现代婚姻本来就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。阿瑞的回答再次赢得了小文的好感。而当小文说出第3个条件时，阿瑞的表情终于发生了变化。第3个条件，如果我们有了孩子，我希望孩子跟我姓，或者可以我们的姓氏一起用。这个条件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华人社会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。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，孩子跟父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特别是对于重视传宗接代的家族来说，这简直就是不可动摇的铁律啊！阿瑞愣住了，他没想到小文会提出这样的要求。作为一个比较开明的台湾男性，阿瑞个人其实并不太在意这个问题，但是他知道，他的家人，尤其是他的父母和祖父母，可能会非常反对。这个，我个人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需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，阿瑞诚实的回答。小文点了点头，我理解这个要求可能有点过分，但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只传承父家的姓氏和文化，我希望他们能同时拥有父母双方的传承。阿瑞回台湾后，果不其然，这个条件引起了他全家人的强烈反对。这怎么可能？祖宗8代都是男孩子跟父姓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。阿瑞的爷爷气得差点把拐杖都摔了。这个上海女孩子是不是太强势了？这样的婚姻你真的会幸福吗？阿瑞的妈妈担忧地问道。阿瑞的爸爸则更为理性，现在社会变化快，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也要尊重。
但是姓氏问题确实关系到家族传承，你要考虑清楚。面对家人的反对，阿瑞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。他爱小文，也尊重小文的选择和追求，但同时也不想让家人失望。经过几天的思考，阿瑞决定和小文好好谈一谈。他飞回上海，约小文出来吃饭。家里人对第三个条件有很大意见，尤其是我爷爷，他老人家差点气病了。阿瑞坦诚地告诉小文。小文叹了口气，我能理解。其实我提这个条件不是为了挑战传统，而是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更平等一些。我不想让孩子只继承父家的一切，我也希望我的付出和传承能被看见。阿瑞思考了一会儿，突然有了主意。如果是男孩子跟我姓，女孩子跟你姓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折中的方案让小文眼前一亮，这个主意不错。而且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实行这种做法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。阿瑞再次回到台湾，向家人解释了他和小文的决定。虽然老一辈人还是有些不情愿，但总算是勉强接受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想法就是跟我们不一样。阿瑞的爷爷摇着头感叹道，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理解。就这样，小文和阿瑞的婚礼如期举行了。他们选择在台北和上海各办一场婚礼，尊重两边的家人和朋友。台北的婚礼充满了台式的浪漫和温馨，而上海的婚礼则更加豪华和现代化。两种不同风格的婚礼，恰恰象征着他们不同却又和谐的结合。婚后，阿瑞如承诺的那样，申请调到了上海工作。两个人买了一套新房子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刚开始的日子可以说是甜蜜又充实。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事业，同时也有共同的生活和目标。但是婚姻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个人开始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。首先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。虽然同为华人，但台湾和大陆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还是有不少差异的。比如，阿瑞习惯了台湾那种相对悠闲和重视生活品质的节奏，而小文则更适应上海那种快节奏、高效率的生活方式。周末为什么还要加班？我们好不容易可以一起出去玩，阿瑞经常这样抱怨。小文则会反驳，这个项目很重要，如果我不盯着，可能会出问题。再比如，在消费观念上，阿瑞更注重性价比和实用性，而小文则更愿意为品质和体验买单。这个包包要1万多，真的有必要吗？阿瑞看到小文买的新包包，忍不住问道。这是投资，而且我用自己的钱买的，不影响家庭开支。小文理直气壮地回答，虽然婚前已经约定财产分开管理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关于钱的问题还是经常成为争吵的导火索。其次是家庭关系的处理。阿瑞的父母虽然大部分时间住在台北，但每年都会来上海住上1-2个月。当公婆来访时，小文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妈，我来做饭吧，你去休息。小文礼貌地对婆婆说，不用不用，我来做，你们年轻人工作忙，回家还是要好好休息。婆婆坚持要下厨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片和谐，但实际上小文心里很纠结。她不想让婆婆觉得她不孝顺，但同时又担心自己的生活空间被侵占。而阿瑞夹在中间，既要顾及父母的感受，又要照顾妻子的情绪，常常感到两难。最大的转折点发生在他们结婚1年半后，小文怀孕了。这个消息让两家人都非常高兴，特别是阿瑞的父母立刻从台北飞来上海，说要照顾小文。我们来照顾你，不用你操心，你就安心养胎就好，婆婆热情地说。小文虽然嘴上说着感谢，但心里却有些抵触。她习惯了独立自主的生活，突然有人要全方位照顾她，让她感到很不适应。我还是希望能按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，公婆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照顾。小文向阿瑞抱怨道。阿瑞却不以为然，他们是一番好意，而且妈妈照顾过那么多孕妇，经验丰富。你就暂时忍一下吧。怀孕期间，小文和婆婆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。从饮食习惯到作息时间，从穿着打扮到工作安排，婆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建议，而这些建议在小文看来，更像是命令孕妇不能吃凉的东西，会对胎儿不好。现在天气变冷了，你应该多穿点。
你工作那么忙，还是辞职在家安心养胎吧。这些看似关心的话语，却让小文感到窒息。他和阿瑞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。你不能总是站在你妈那边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小文忍不住发火。我没有站在任何一边，我只是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。阿瑞辩解道。就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，小文临产了。在医院，经过10几个小时的艰难产程，小文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。看着襁褓中的小生命，小文和阿瑞的心都融化了。我们给她取名叫小月吧，代表着明亮和希望。小文提议。好，就叫小月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阿瑞欣然同意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女孩子跟母姓，所以小宝宝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为林小月，而不是陈小月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阿瑞的父母对这个安排竟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。相反，他们看起来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决定。只要孩子健康，姓什么其实并不重要。阿瑞的爸爸说。是啊，现在想想，当初为这个问题那么较真，实在是有点可笑。阿瑞的妈妈附和道，就连阿瑞的爷爷，那个最坚决反对孩子跟母姓的老人，在看到小月的第一眼，就完全被这个小生命征服了，长得真像小瑞小时候一样的大眼睛。老人家抱着小月，眼中满是慈爱。小文有些惊讶，爷爷，您不介意小月跟我姓吗？老人家摇摇头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经历了那么多变化，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世界在变，人心不变就好。不管他姓什么，他都是我们陈家的孩子，血脉相连，这个是改变不了的。这番话让小文感动不已，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。有了小月之后，小文和阿瑞的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两个人的重心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，之前的那些小摩擦和争执，在育儿的大事面前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我以前总觉得你太强势，现在才发现，你的那种坚持和独立对我们的家庭其实有很大的好处。阿瑞有一天突然对小文说，我也以前觉得你有时候太妥协，现在才明白你的那种包容和温和，正是我们家庭需要的平衡。小文笑着回应，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和默契。阿瑞开始主动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，而小文也学会了在某些问题上适当退让和妥协。更让小文惊喜的是，她和婆婆的关系也在照顾小月的过程中悄然改变。婆婆不再事事干涉小文的决定，而是更多的提供支持和帮助。小文也开始欣赏婆婆的经验和智慧，两个人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变成了育儿路上的盟友。真没想到，我们当初因为姓氏的问题差点没结成亲，现在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有一天，阿瑞抱着小月感慨道，是啊，重要的不是姓什么，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孩子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来爱。小文温柔地看着丈夫和女儿，心里满是幸福。就这样，小文和阿瑞的家庭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他们不仅成功跨越了文化和地域的差异，还在育儿的过程中找到了更深层次的契合点。小月2岁的时候，小文意外又怀孕了。这次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按照约定取名为陈小阳。两个孩子，一个姓林，一个姓陈，却同样受到两家人的疼爱。你看，哥哥姐姐虽然姓氏不同，但感情这么好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姓氏只是一个符号，真正重要的是血脉和感情的联系。阿瑞的爷爷每次看到两个小孩子一起玩耍，就会这样欣慰地说。随着孩子的成长，小文和阿瑞也在思考如何让孩子既了解台湾文化，又熟悉大陆文化。他们决定每年暑假带孩子去台湾住1个月，平时则在上海生活。这样，孩子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接触和吸收两种文化的精华。妈妈，为什么我和弟弟的姓不一样啊？上小学后的小月有一天突然问道。小文和阿瑞对视一眼，然后耐心地向女儿解释，因为妈妈和爸爸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。我们希望你和弟弟都能继承我们各自家族的传统和文化，所以你跟妈妈姓，弟弟跟爸爸姓。但不管姓什么，你们都是我们最爱的孩子。小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问，那我以后结婚，我的孩子应该跟谁姓呢？这个问题让小文和阿瑞都愣住了，然后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这要看你自己的选择，亲爱的，
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需要双方共同商量和决定。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和理解。小文摸着女儿的头，温柔地说。时光飞逝，小文和阿瑞的婚姻生活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。回顾这10年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争吵，也有和解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坚定地走在了一起，共同创造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。如果时光倒流，你还会提那3个条件吗？有一天晚上，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喝茶聊天，阿瑞突然问道。小文想了想，笑着说，第一个条件不会变，因为事业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第二个条件也不会变，财务独立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平等和健康。至于第3个条件，他顿了顿，可能会换一种方式提出来吧。毕竟姓氏只是一个符号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构建的家庭和传递给孩子的爱。阿瑞点点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其实，你当初提的那些条件，看似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，但实际上是在为我们的婚姻打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尊重的基础。现在想想，真是感谢你当初的坚持。小文感动地握住丈夫的手，感谢你的包容和理解。正是因为有你这样温柔而又坚定的爱，我才能在婚姻中保持自我，同时又能全心全意地爱你和孩子们。如今，小文依然是那个事业有成的职场女强人，但她也学会了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。阿瑞的事业也在上海蓬勃发展，他已经成为公司的合伙人，而且还在台湾和上海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业务桥梁。2个孩子在充满爱和尊重的环境中健康成长，既有台湾人的温文尔雅，又有上海人的聪明能干。他们成为了真正的两岸小天使，在学校里常常分享自己独特的家庭背景和文化体验。丽姐，你是说这个故事是真的吗？太不可思议了。一个听众在视频底下评论道，当然是真的啦，我可是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老司机了，见过的跨文化婚姻案例不计其数。小文和阿瑞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啊，我笑着回复。其实通过小文和阿瑞的故事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婚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特别是跨文化的婚姻，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。但只要双方都愿意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、相互包容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很多人对台湾和大陆的婚姻有很多误解，有人觉得台湾人瞧不起大陆人，也有人觉得大陆人看不上台湾人。但实际上，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，这种隔阂正在逐渐消除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转发哦。下次丽姐还会带来更多精彩的婚恋故事，敬请期待。最后，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真正的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不完美的人。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